大家好，我是何先生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以上都是我个人观点，不能作为投资建议。今天我想大家主要聊聊 SAWA。最近在 Reddit 上面看到一篇文章，上面说 SAWA 可以涨到3750块。我不是学生物科技的，但是我会用我的理解来解释文章上面的一些内容，可能会有些偏差，但是我们就来看看文章上怎么说的吧。先来看这篇文章的总结。首先，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 SAWA 是一家 once in generation 的发财机会，也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。其次，作者认为 SAWA 是一家被低估的公司。再者， SAWA 即将成为一家超级成长公司。这来自于与世界上主要医药公司的合作。作者认为这个 SAWA，它的老年痴呆症疗法会被 FDA 批准。作者本人拥有非常良好的投资回报，比如在 Leo 上面赚了20倍， BNGO 上面赚了5倍， Moderna 上面赚了14倍。作者对 SAWA 非常有信心，而且比当初投的 Leo、BNGO 和 mRNA 更有信心。作者认为每一种革新的产品都会有自己的崇拜者，而 SAWA 也不会例外。最后，作者认为很快有很多 YouTube 博主、媒体等等都会对 SAWA 的实验进行报道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说第一点，也是这个为什么 SAWA 会涨到3750块的原因。假如这个 SAWA 它能够抓住1/4的美国市场，也就是150万人，假设没有国际市场，而它的医疗费用是2万美元一年，如果用销售的5倍来计算，这将会有1500亿美元，然后再用1500亿美元除以4000万的股本，那么就得出了3750块的股价，而当时的股价只有48美元。作者也认为有许多方式来计算该公司，但总结是 SAWA 有巨大的上涨空间。第二点，如果你还在担心之前的空头报告的话，你应该自己去好好的想想，再看看 Alzheimer 也就老年痴呆症的市场有多大。第三点，首先 AD 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的治疗药物。其次，之前的 Citizen Petition 要求这个 FDA 停止 SAWA 的第3期实验，但是 FDA 从来不关心空头或者来自Citizen Petition 的空头报告，而且从许多角度来说， FDA 依然让 SAWA 继续进行第3期试验。再者， SAWA 的 Simuflam 也就是它的药物可以提高38%的认知能力，这是目前为止在美国所有老年痴呆症研究药物中最好的数据。即使之前的王博士篡改论文的数据，但是作者认为99%的可能性他没有。但是 FDA 只关注这个38%的认知能力的数据， SAWA 的数据是可以通过19项评分里面的至少9项的。
而这些数据可靠吗？这些数据是由2家独立机构在这个美国和加拿大所用的数据，而且这些数据是透明的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些数据，那么你就没有必要投资 SAVA 了。最后，这些数据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在 AD 领域中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数据。接着，是更多关于作者的一些背景和一些历史上的案例，比如这个辉瑞以90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叫Lipter 的公司，在2000年的时候。但是接下来是一些重点，如何来治疗这些炎症？根据 SAVA 的 PPT 来说，健康的FLNA， 也就是 Phenomen A， 可以还原之前的淀粉蛋白细胞，而 SAVA 的药物 Simulflan 可以帮助 Phenomen A 恢复健康，而理论上是这个被破坏的 Phenomen A 会这个导致更多的严重炎症和垃圾淀粉蛋白的堆积，而 Simulflan 可以修复 Phenomen A， 那么就可以产生更少的垃圾和更少的炎症。所以这个 Simulflan 可以修复这个炎症，而且阻断垃圾淀粉蛋白。接着，作者认为在大脑之外也有这个 Phenomen A。在本文中，Phenomen A 炎症和动脉僵硬梗化导致中风、心脏病等等，以及动脉僵硬梗化许多疾病的之间的联系，比如通过这个小老鼠的 Phenomen A，大家能够减少动脉僵硬梗化，而减少动脉僵硬梗化则意味着心脏病发作、心力衰竭、中风，还有一些血管疾病的减少。因为在之前的论文中，他们发现在心力衰竭者的心脏中也发现了更多的 Phenomen A， 而心力衰竭者的心脏中还发现了什么？垃圾淀粉蛋白。那么，如果在大脑中发生的事情，也很有可能发生在心脏中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推断出结论说，既然 Simulflan 可以修复大脑，那么它可以治愈心脏吗？不是的，但我们肯定会去测试它。接着，作者认为 Simulflan 甚至可以治疗风湿病、抑郁症、羊癫疯等长期炎症疾病。作者还提出了 SAVA-DX。SAVA DX 是一种血液测试，是诊断 SAVA 正在发展的 AD， 已经在200多名患者当中使用。它有助于临床上发现 AD 之前很好的检测这个老年痴呆症。当有一位奶奶想不起来的时候，她的神经元可能已经病了，而且已经死了10多年。
据估计 ，AD 也就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细胞已经活跃了10多年。在阅读完所有内容之后，我设想 SAVA-DX 可以更早的诊断出这个 AD，就像40多岁的患者一样，并且完全防御这个老年痴呆症。3位互相不认识，但都认识作者的独立科学家，其中2位是神经科学家，相信这会发生。而 Quintex 最近为其 SAVA-DX 版本获得了 FDA 的BTD， 证明 FDA 对早期诊断的方法感兴趣。Remy 在他之前的电话财报会议上显示，SAVA 即将进入高速成长阶段。他们与世界上最大的药物制造商合作，在美国和加拿大建立了60多个临床研究站点，并且购买了9万平方尺的建筑。有趣的是 ，Remy 说 SAVA 是一家科学商店。他还报告了在上次财报电话会议中，他预计在数周甚至数月内进行大量的非稀释、非债务的现金注入，那么就是合作伙伴关系。为什么要如此的迅速扩张呢？我相信 Remy 提到了高速生长时期，也就是意味着测试 Simulflan 以获得更多的适应症，这将有助于调和上述所有的想法。还有2个重要的论点，并结束这篇文章。第一点就是，在许多催化剂等待中，许多人士正在查找第3阶段实验的日期，并且得出结论是在数年之后才能获得批准。而 FDA 将通过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监视 SAVA 第3阶段的试验。SAVA 最早应该在2022年4月获得第3阶段的实验的6个月数据，他们应该在2022年初获得大概100名左右患者的安慰剂，来对照数据。如果有该数据对照组看起来和2期实验一样好，如果我们在2022年没有获得 FDA 批准，我会感到惊讶。这是当前所有的催化剂。第2点，也是最后一点，做你自己的研究，不要被一些白痴博士愚弄，吹捧他们的凭据。在过去的6周里面，作者遇到了许多对 SAVA 有强烈意见的博士，医学博士和 DO， 但是他们没有读懂几个头条新闻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您以阅读数据了解有效方式，并且找出我的遗漏内容，请分享。这不是作者第一次犯错，作者愿意进行有成效的讨论，但不要浪费作者的时间，诸如在数据受到质疑的评论之上。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 ，EB 也就是 Elizabeth Bink。根据了解 ，Elizabeth Bink，是在科学出版物中检测照片处理的工作而闻名，并且确定了4000多起
不当研究的潜在案例，其中包括400篇在中国发表的论文。而作者认为这个 E.B. 就是一位通过博士学位从而误导投资者的科学家。不幸的是，在经过挖掘之后，作者认为 E.B. 是一个很失败的科学家，在实际方面他不能比研究助理做得更好。而顺便提一句，作者也多次跟他联系讨论这些问题，但都没有收到回应。关键的是，博士学位或者神经科学家并不等于掌握了所有的主题。在你接受他们的建议之前，最好了解他们实际知道的内容。最后，作者希望大家发现他的4篇文章中有所帮助。在作者所有的帖子中，这是他最投机的一篇，这也将是他最后一篇文章。而像往常一样，短裤可能会被燃烧。做空试图治疗老年痴呆症的生物科技公司是不道德的和令人作呕的。这不是医疗或者财务建议。你应该做你的研究。临床试验是动态的，今天正确的事情，可能明天就不正确了。祝大家好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EVA 的股价。目前它已经是属于这个双底突破了，短期它有可能会震荡，但是从长期来说，它的上涨空间已经被打开了。好了，以上都是我个人观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